内忧外患呢。没想到最古老、最鼎盛的东土大唐，竟然落到如此这般程度了。林婉说过，冷如霜体内的冰心蛊毒已经越来越严重，若是再不抑制，下场怕是好不到哪儿去。所以，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早见到冷如霜，想办法压制住他体内的冰心蛊毒啊。护龙军，我刚踏入东土大唐，没有任何根基，且凭我现在的实力，也没资格在东土大唐内翻出什么风浪来。这护龙军驻守皇城，且精英汇聚，强者如云，那倒是我一个好去处。进入护龙军，我可以一边先提升实力，一边想办法接触冷如霜。这么多人，人可真够多啊！跟往年一样，即便明知道进入护龙军的条件极为苛刻，可每次依旧吸引了大量顶尖天神的到来。看上去这里的顶尖数量超过10万，可在他们当中能有50人进入护龙军便已经很不错了。说的是，护龙军太过精锐，那里面的普通军士虽然大多只是顶尖天神，可在顶尖天神当中绝对是最精锐的那种，都快赶得上最强天神了。像咱们血冥府的府兵同样也是精锐，即便跟紫荆岛的紫金军比起来，也丝毫不成多让，但跟护龙军比起来，却始终要差上1-2个层次。可在顶尖天神当中，绝对是最精锐的那种，都快赶得上最强天神了。像咱们血冥府的府兵同样也是精锐，即便跟紫荆岛的紫金军比起来，也丝毫不成多让，但跟护龙军比起来，却始终要差上1-2个层次。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直接开始吧。所有人都站好，都听着，东土大唐的最精锐的护龙军，不是谁想进去就能够进去的。护龙军里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军士，都得经过重重筛选，都可以称得上是百里挑一。像你们现在齐聚在这里，先便要经过第1轮筛选，这第1轮筛选由我血冥府来决定。都准备好，开始了。气息压迫，可以了。统领，已经统计出来了，刚刚在统领的威压下，还一直站着没有被压垮的，一共有680人。只剩下这么点了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之前几次最后剩下的人可是连600都没有达到。好了，让通过预选的680人留下来，至于其他天神，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吧。连我们血冥府内的预选都通不过，还想进入护龙军，真是痴人说梦。是。你们这些人能够在本统领的威压下坚持这么久，还算不错。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，护龙军的考核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各府的预选仅仅是考核的第1步而已。接下来我会带你们前往护龙军的一处营地，到时你们会跟其他的各府通过预选的天神去比拼，最终极少数实力强横的顶尖天神方才可以加入护龙军。空间虫洞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好了。如此大规模的空间传送，单构建传送通道花费的神经便是一笔巨大的消耗啊！没办法，总不能靠脚力带着这些小家伙去护龙军营地吧？毕竟那里还是蛮远的，即便中途没有出现什么变故，那也得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赶到。行，去开启空间虫洞吧。我亲自带着这些小家伙去那儿。第1轮预选直接靠气息压迫，很快就结束。不知道接下来的第2轮选拔又将会是什么？护龙军，那便是护龙军，好强的气息！这些护龙军军士大多跟我们一样，都只是顶尖天神层次，可我感觉他们每一个都要比我强得多，强太多了。那便是护龙军吗？果然跟传闻当中的一样，护龙军内强者可真不少。都听着，这次我护龙军选拔的名额一共只有1000个，
也就是说，你们当中只有1000人是能够留下来的，其余人则全部淘汰。接下来的考核的内容很简单，实力，不管是在东土大唐还是在万古界，一切都是以实力为尊。我护龙军内同样是如此，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尽可能的从你们当中将最强的1000人挑选出来。至于决定实力的方式，只有一个，那便是厮杀。你们现在所在的这片空地是我护龙军的一处特殊营地，这里有着一重特殊禁制的存在。这种禁制出自一位阵法大师的手中，你们在这禁制内厮杀可以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死，因为在你们彻底身死前，这禁制自然会催动保护你们的性命，然后将你移挪到禁制之外。不过一旦禁制催救了你的性命，那也就代表着你已经被淘汰了。而你们要做的便是在禁制内自行厮杀，只要别动用那些借助别人威能的攻击令符或是保命之物，其他的任何手段你们都可以施展，直到最后这禁制内只剩下1000人为止。都明白了吗？自行厮杀，这第2轮选拔战竟然是一场巨大的混战。准备好，开始！杀！死！给我滚！这次来参加护龙军选拔的小家伙，整体水平倒还不错。光是现在被我发现了的最强天神，便已经过了100位了。确实还可以。哦，好强的衣服！单单论威能，那衣服估计都已经能达到第4部永恒境层次了。那小子是谁？是哪一府麾下的？那是我无艮府麾下的一位天神，他叫修罗。修罗？这应当只是他的化名，不过他实力的确了得。一个天神能够具备第4部永恒境战力，这在整个万古界都不多，很不错了。这修罗应该是这批天神当中最强的一位，1对1，战场上根本没人是他的对手，甚至能够在他手中接下一斧的，估计都没有。的确，现在展露出实力，这些最强天神里边最强的一位，也就勉强具备第3部战力，跟这修罗比起来差太远了。他随手一斧，那位最强天神都未必接得住。看，这修罗已经在肆意横扫了，根本没人挡得住他。这煞星来了，赶紧逃啊！躲开，赶紧躲开！一群废物！竟然挡下了我一斧！刚刚那人竟然挡下了修罗的一斧，而且还完好无损地挡下来，仅仅只是被略微震退。快查查那人是谁！统领，刚刚那人是我血冥府内一名天神，他的名字叫做血风。啊，是我血冥府的？哈哈哈哈！哎，那人是我血冥府的血风，很厉害的小家伙。血风，来自血冥府的？这血风实力不弱呀！战场上那么多展露实力的最强天神，没人可以正面挡下修罗的一斧而不死，可这小家伙却挡下来了。单论实力，修罗排第1，这血风估计可以排在第2位。这小家伙有点意思啊，明明实力不俗，可这场混战厮杀那么久，他的表现却一直普普通通。若非是修罗碰巧找上了他，恐怕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出他的真正实力来。其实我们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们看这场混战当中，除了像修罗他们几个实力极强的最强天神之外，其他那几个天神个个都是精神高度集中，经常被逼得异常狼狈。可唯独这小家伙，他在这场混战当中表现虽然平平，可身形却丝毫不见狼狈。你现在这么一说，我也注意到了。这个人实力倒是不错，即便是我，如果没有化为古神的话，估计也无法击败他。经过刚刚那次碰撞，估计外边那些强者都看出我是在隐藏实力了。都停手！能够在刚
刚刚那场混战当中走到最后的1000人，可以留下来成为我护龙军的一员。至于其他人，从哪儿来的便回哪儿去吧。诸位，将你们各府通过了选拔的人名单信息留下来，然后带着那些失败的人离开吧。你们通过了护龙军的选拔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便都是护龙军的一员。这是你们的战甲，护龙军所属，不管是在外执行任务，还是在营帐内，都得穿这身战甲，这是规矩。这战甲是经过特殊方式炼制的，不仅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，还可以自由控制体积大小。你们各自拿一套吧。这战甲防御能力极强，可穿在身上却非常轻。现在跟我走，去护龙军军营。血鹰卫，是血鹰卫。血鹰卫，这位兄弟，你说刚刚进入军营的3个人是血鹰卫？什么是血鹰卫啊？血鹰卫隶属护龙军，被称为护龙军最尖锐的利爪。你们也都知道，护龙军是东土大唐最精锐的部队。可实际上，护龙军内部又分成了2大神卫。第一种神卫是护龙卫，负责皇城内外治安。在护龙军里面，9成9的军士都是护龙卫。像我们这些新兵也会成为护龙卫。不过，除了护龙卫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神卫，名为血鹰卫。这血鹰卫便是护龙军里面的特殊机构。特殊机构？如果说护龙军的军士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绝对精锐的话，那么血鹰卫便是精锐中的精锐。这血鹰卫的任务便是替皇室完成一些无比隐秘、无比危险的任务，比如暗中抹杀东土大唐内的一些家族，比如暗中清除一些强者，还有东土大唐内一些极具权势、拥有特殊地位的人，都是由血鹰卫去暗中保护的。这样啊？就是因为血鹰卫要去完成的任务大多非常凶险，所以有资格进入血鹰卫的，必然也是护龙军当中真正的强者。据我所知，能够成为血鹰卫的，一般都得具备第4部永恒境的实力。什么？血鹰卫的门槛都是第4部永恒境？那你可知道这血鹰卫当中一共有多少人呢？具体有多少我也不清楚，但据我估计，绝对不会少于1000人。最弱的都是第4部永恒境战力的血鹰卫，不会少于1000人。我还听说那血鹰卫的待遇远在护龙军军士之上，护龙军里面很多强者争破头都想进入血鹰卫，可惜没那个资格。待遇更好？兄弟，看样子咱们投缘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血风，你呢？我叫欧阳旭，来自龙心府欧阳氏族。欧阳氏族？先走吧，前面就是我们小队的所在了。先走吧，前面就是我们小队的所在了。咱们的那位队长估计老早便在那儿等着我们了。等我们？为什么？我也是听家族长辈说过，这护龙军看似安逸，可内部却从来不禁止争斗。相反，护龙军内一直提倡靠实力说话。咱们这些新兵刚到军营来，你说说，那些老兵会那么和和气气的接待我们吗？哦，嘿嘿嘿，等了这么久，总算将这几个新兵给等来了。总算有人可以跟我练练手了，老跟队长交手，那完全就是找虐呀！新兵们，既然从今以后都是一个小队的队员了，那现在怎么也得打个招呼吧？啊？打招呼？怎么打招呼啊？那当然是靠拳头打招呼了。我们这支小队从几年前便只剩下队长跟我们2人了，等了几年，总算将你们几个等到了，怎么都得好好跟你们这些新兵交流交流嘛。都别高兴得太早啊，这种交流可不是随随便便跟你们战上一场，而是需要一些彩头的。都别高兴得太早啊，这种交流可不是随随便便跟你们战上一场，而是需要一些彩头的。来了。彩头？赌战？来吧，你们8个一个一个来，每人最起码要跟我们战上一场才行。赌多少？不多，也就20万神晶吧。什么？怎么，
才20万神晶而已，你难道还拿不出来？20万神晶，我拿得出，可是什么呀？拿得出来就行。来，赶紧出手！看你是新兵的份上，我们这里包括队长在内的3个人，随你挑。就选你了。跟我交手，很好。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继续，下一个。哎，下一个谁来呀？啊？这些老兵之前也是经过一重重筛选的，才进入护龙军的。又在护龙军内待了这么长时间，实力比起那些顶尖天神来，的确要强太多了。就算跟最强天神交手，短时间之内估计都不会落败的，且用的神兵也更好些。下一个，快，赶紧的！小子，你准备赌多少？100万神晶。哦，这小子难不成是一位最强天神？100万神晶太多了，我可拿不出来。蝎子，你身家比我丰厚不少，应该拿得出来吧？这战交给你。这人应当比刚刚那个3角眼男子更强，说不定还是一位最强天神。100万神晶，我接了，出手吧。永恒神兵，而且还是等级极高的永恒神兵，还是2柄。怎么会这样？欧阳旭的实力算是不错的了，在最强天神里面也不算弱的了。那蝎子也同样是一位最强天神，两人的实力相差并不多。可惜那蝎子的厮杀经验明显要更加丰富一些。接下来只剩最后一个了，小子，出来吧。我对你不感兴趣。哦，蝎子，又是让你出手的？不好意思，我对他也不感兴趣。你感兴趣的，莫非是我不成？队长，我听说护龙军内不管是天神还是永恒境都是精锐，这些天神我已经领教过了，但不知护龙军内的永恒境实力都如何呀？你想挑战我？跟我交手，赌注最起码也得有200万神晶啊！200万，200万。可这小子敢拿出800万神晶来跟我赌战，肯定有所依仗才对，不可能白白送我神晶花。哼！怎么？莫非队长你还怕我这个新兵不成？一次护龙卫选拔能够出现一个修罗已经非常难得了，我就不信还能同时出现2位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薛峰，不用担心，出手吧。哼，这般自信啊！哼，我看你是自大。哼，枪心第2层次，不过英达尔修炼了某一种秘术，战力却达到第3步层次了。怎么会？你输了，愿赌服输，800万神晶，还有之前从这些新人手中赢去的神晶，也全部还回来吧。你们2个呢？啊，薛峰，多谢了，多谢了。都看了这么久了，现身一见吧。是他，他就是修罗。看来我之前的猜测并没有错。什么意思？之前在选拔战上，我跟你碰过面。选拔战上那么多天神，根本没人能够接下我一斧，唯独你，不仅正面接下来了，且完好无损。我当时便看出，你的实力很强，绝不会比我弱上多少。而刚刚看到你与这名永恒境的对决，我更加确信这点了。是吗？那又如何？我这人生性好战，
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挑战各方强者，特别喜欢挑战跟我同阶的绝顶天才。原本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挑战且正面击败万古界的第一天神夏燕。不过前不久我听说，那夏燕在紫荆岛外已经被人杀死了。修罗啊，你想跟我一战？对，但不知你是否愿意赐教。既然这样，那便请吧。我也很想知道，现在的我，在不化为古神的前提下，战力能有多强？啊，在哪里啊？哼，硬碰硬我会怕？我果然没有看错，你的实力并不比我弱。既然如此，你便来接我最强的三符吧。最强的三符？第一符劈天，再来第二符裂地。没想到我施展第二符都略微处于下风。既然如此，你再接我第三符。这血风塔竟然可以跟修罗拼个旗鼓相当。血风竟然这么强，之前的选拔上可没看他的表现有多么出众啊。血风，你真的很强，在进入血鹰卫之前，能够跟你交手一次，也的确是幸运。血鹰卫？你说你要进入血鹰卫？